道长，你家被偷了。什么？泰山脚下，一个头发很长的青年道人看着手机，终于有信号了，闭关1年多了，不知道师父师叔师兄师弟他们怎么样了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我在这个道法不显的末法时代，不仅筑基成功，还练出雷法，估计得惊掉下巴了吧。王林想到这就哈哈大笑起来。王林穿越过来时因为天生体质极差，3天一小病10天一大病，就被父母遗弃在了真仙观门口。可以说他从小就在真仙观长大，在几位道长高超的中医手段治疗下，体质已然恢复，8岁就能劈柴练武。而在18岁时竟踏入了修炼门槛。他还有一个名为反文化输出系统，系统的任务是需要他去米利坚传道，让道家文化在西方大兴，并征服那些蛮夷。不过开启主线任务需要达到筑基期，拥有自保能力，所以他便留下书信离开了真仙观，前往泰山补修。1年后还临时获得了五雷正法和去米利坚开道观的一切所需。铁子们，1年期满，我在泰山中修炼有成出来了，预计明天早上就能回到真仙观。手机快没电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录制完短视频，他便发到了平台上，顺带叫了一辆网约车。其实在入山前，王林平台账号就有20万粉丝，而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涨到200多万了。最后一个视频还是1年前在太极间拍的，和粉丝约好1年后见。第2天早上，王林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天龙山脚下，他抬头看了看山顶，脸上再次浮现笑容。话说师傅要是看到我回来了，不会拿符神打我吧？虽然打着不疼，但要是累到他老人家就不好了。看到王林出现，很多关注了此事的闲人和自媒体早就在这里蹲他了。怎么这么多人？诸位居士早啊！玄云道长早啊！敢问道长对于真仙观的事有什么看法？真仙观的事？真仙观有什么事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王林还不知道山上的变故。道长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众人一时有些语塞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这您还是自己上山看看吧，这事我们不好评论。王林狐疑地看了众人一眼，便直接朝山门那里走去。才离开1年而已，这天龙山居然还发展起旅游来了，这样也挺好，道观还能多些收入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你们难道说的是这个？王林看他们态度暧昧不明，便直接走向检票口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你的票呢？票拿过来。票？什么票？我是这山上的道士，我回家还要门票啊。可怜的玄云道长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听说真仙观是被人做局了，被旅游公司改成佛庙了，赎他们回来，家被偷了。山上的道士，不好意思了，你要是和尚，我还能让你免费进去，但是道士的话……听到此话，王林怒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当着一个道士的面说和尚可以免费，道士不行，这不是找茬吗？岂有此理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整只桌子直接被拍得碎的渣都不剩。检票员、保安、旁边围观的主播们都吓得一哆嗦。我勒个豆，感觉这一掌能把人打裂开。不好，真给这小子练出点东西了。等他知道真相，不得大开杀戒。检票员立马求助的看向保安，保安见对方这种阵仗，直接转头看向别处。1个月3000块钱，玩什么命啊？桌子我会赔，但你也得给我一个交代，为什么和尚可以免费，道士回家就得买票？道长误会了，实在是这山上没有道观，只有一座佛庙，所以和尚能免费，道士不行，你要上去就得买票。王林面色瞬间变了，一直压制的筑基期气息也瞬间静止。票拿过来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上面只有真仙观，哪来的佛庙？这一瞬间，周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威压，就像一座大山在头顶即将倾塌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你想过去就必须买票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还请你配合，不然我只能报警了。王林知道他只是在这里工作的打工人，也没为难他。我去，刚才那是什么？感觉有刀悬在头顶一样，让人心惊胆战。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吗？我也是呢，这还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威压吧？这玄云道长该不会真的修仙成功了吧？一张票多少钱？60。这么贵？已经很便宜了好吗？行吧。说完，王林便掏出60买了一张门票，看着手里的票据，感觉无比憋屈，回自家山门还要买票，他也算第一人了吧？不过他现在更在意真仙观的情况。王林健步如飞，相当于贴地飞行，在人群穿梭，愣神的功夫，来到300多级的台阶上。这不是玄云道长吗？不会是知道消息回来报仇的吧？报仇？报什么仇？大威天龙庙在半年前是真仙观，真仙观的几位道长医术都十分不错，经常会给村民免费义诊或者象征性的收一点。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道观倒闭了，取而代之的便是大威天龙庙。医术不错，道观还能倒闭，不会是无正行医治死人了吧？哎，谁又知道呢？此时王林来到曾经的真仙观前，看着真仙观早已被大整了，这一瞬间，王林整个人都不好。怎么会这样？此时主播们也跟着进来，都累得气喘吁吁的。玄云道长，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特么现在只想骂人，道爷的3清神像呢？你们这些小可爱，本土道教不信，信老外传来的东西。我们真仙观可以追溯到宋朝，整座道观80%的东西都是文遗，你们居然改建成了佛庙，门窗和屋顶的千年紫檀木，现在都给爷拆掉，弄哪儿去了？真是一般的傻逼啊！众人惊呆了，王林不说出来，
根本没人知道真仙观是文艺。接着他来到透明的功德箱前，只见1.5米高的巨大功德箱里面满满的全是大红钞票。我勒个豆，这么大的功德箱都装得满满的，难怪把老祖宗都卖了。一群为了钱什么都敢搞的小可爱。就在破口大骂时，大威天龙庙的负责人也终于出现。阿弥陀佛，小道友别骂了，这真仙观是通庭大法师过继给我们的，完全合法合规的。你不信，可以去后山问你的师叔，大家都是修行之人，别如此大动肝火。看看人家方丈多大度。是啊，不愧是佛门高僧，这气度就是不凡。这野道士就不行了，满嘴脏话，太没素质。王林知道师叔在后山，心也就放下了。若是让我知道你们用了什么手段，我就招天雷劈了你。小道友说笑了，你们道观欠下巨额罚款，若不是我们买下此地经营权，你的师傅师叔们可能已经被关起来了。所以我对你们有恩才是你这是想恩将仇报吗？胖方丈虽然语气和善，但王林从他的语气里听到了浓浓的嘲讽。王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便什么也没说，便直接一个纵身跳上了大殿屋顶，踩着屋檐朝后山而去。师叔，通明师叔。田地里的通明道长愣了愣，便抬头看了过来。当王林来到跟前，才认出王林来。玄云，孩子是你吗？太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叔，我离开的这1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真仙观变成佛庙了？是我们没有没有守住真仙观，把老祖宗的传承给断了。看到师叔哭成泪人，王林感觉心如刀割。师叔，别哭，只要人在，传承断不了。而且我现在修炼有成，若是你们有什么不公，我去帮大家讨回来。别，孩子，千万别冲动，我们没钱没势，是斗不过那些人的。果然有问题，师叔，快跟我说说事情始末吧。在王林的追问下，通明道长终于缓缓讲述了起来。1个月前，一个有绝症的病患暴毙在道观，家请道警索赔200万。因道观没医疗机构执照，道长没有医师执照，道观除了75岁以上和未成年，其他人都以非法行医被抓了。相关部门又以非法行医罚款了300万。因死了人，又是非法行医证据确凿，通庭大法师找了很多人，都不愿帮忙。之后旅游公司的人找上门，以500万买下道观的经营权。通庭大法师察觉到这是一个圈套，但为了救人，还是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，签下移交协议把道观卖了。之后付了赔偿，交了罚款，被抓的人才获得缓刑放了出来。通庭大法师安排众人去其他道观后，便留下遗书先示。这些畜生，我要杀了他们。玄云，你师傅就算不卖道观，大家也愿意坐牢，毕竟在监狱里也能修行。而且几个道门大派当时也想帮忙，但他知道道观已经被人盯上了，甚至不惜用人命来栽赃陷害。他为了保护大家，才做了罪人，卖掉了道观。你要明白他的苦心，千万别意气用事。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去处了，我收拾一下便带你去。极致的愤怒，王林已然恢复了理智。好，师叔，我知道了。王林自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，只是不想让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担心而已。他要制造大新闻，让全社会一起关注这个案子，以雷霆之势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师叔，我师傅葬在哪了？就在屋子后面，锅柜里有香，你可以去陪他说话。王林来到屋后，果然有一座小坟包在，墓碑上正是他师傅通庭的信息。师傅，我会为您和真仙观讨回公道的。不过弟子现在无权无势，又背负要事，无法快意恩仇。今日我会先雷击那破庙，引来世人关注。他日我在异国他乡越有名气，并越能引来更多人彻查此事。届时那些陷害我们的人便会成为过街老鼠，无所遁形。等他们被社会千夫所指，饱受心理摧残，便是我咒杀他们的时候。这人间没有地狱，我便创造地狱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当王林重新回到真仙观就职时，那些主播们激动不已地围了上来。玄云道长，对于真仙观非法行医致死人的事你怎么看？玄云道长，听说这里面是一个针对真仙观的局，是不是真的？作为真仙观的弟子，不管我说什么，都会有说我是在给真仙观开脱。真相不在我，也不在其他人，而在于天。天道至公。接下来贫道要请上天论公道。若是真仙观是被一些人合谋陷害冤枉的，将会有雷罚落下轰击此庙。所以诸位若是不想受伤，还请离远一些。众人听到王林要让上天主持公道，便都愣住了，紧接着一片哗然。请上天论公道，降天雷辨对错，玩这么大的吗？玄云道长，你认真的吗？我弟乖乖，这家伙铁定会雷法，不然不会这么勇的。我都赌上师门清誉了，你们觉得我还不够认真吗？随后王林来到大威天龙庙正前方，深吸一口气，大喊道：庙里的香客游客们，请立马离开，在下郑重警告，5分钟后若是滞留其中，小心天降雷罚，殃及池鱼。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来，
庙里的香客游客们，请立马离开。在下郑重警告，5分钟后若是滞留其中，小心天降雷罚，殃及池鱼。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有毛病，还天降雷法，整得跟真的一样。好可怕！这里可是佛庙，怎么会被雷劈？要劈也是劈你这疯子才对。小心佛祖怪罪你，还是快走吧，小道士。而另一边，方丈和一众和尚也是闻声过来。玄云道长，我都说了，我们这里是合法合规过继来的，你再这样，我可要报警。玄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看了看手机。还有1分钟，诸位若是不走，天降雷罚被伤了，可就没处说理了。当然，你们是在庙里受伤的，可以找他们索赔。方丈，他不回来真的吧？听说他在泰山修炼了1年。道听途说，老子做了30多年和尚，都不信玄学，只相信科学。他能把雷招下来，我把招牌吃了。很快，1分钟就到了。玄云也不再废话，直接竖起手掐诀，指向天空。请苍天主持公道，降雷罚已成恶人，为世人辨出真相。剑母雷公，速降神通，随我除恶。轰！不负太上老君及金龙律令。刹那间，天地风云色变，一阵大风吹来，原本晴朗的天空转眼就被污。而准备看笑话的方丈和其他和尚表情瞬间变，讥讽的话也全都卡在了喉咙里。天空中闷雷响起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一道雷霆大威天龙庙大门，将大威天龙直接崩成2半，其中1半重重砸在了方丈头顶上，其他小和尚和香客也被崩得头破血流。不等他们哀嚎痛苦，紧接着第2、第3、第5浪陆续落在后边的庙内。玄云有些发愣，这波威力明显超过了他的真实水平。看了一眼乌云散去的天空，抬手举过头对着天空一拜，多谢老天爷为真仙官主持公道。真相昭然若揭，公道自在人心。贫道去也。话音刚落，玄云已经消失在人群中。当众人回过神来，都有点蒙住了。打雷了，真的打雷了！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老天真的降下天罚了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们看，那些倒霉和尚和无知香客都被石头胡牌扁砸得头破血流了。而那些主播的直播间里，笼笼统统加起来的观众人数最少100万人，从不同角度目睹了这次直播。整个网络已经被真仙观的事彻底点燃了。而玄云离开后就来到了师傅这，打开一个个直播间，将里面弹幕的评论刷给焚包卡。师傅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那些人不管如何躲藏，终将被这股燎原之火烧成灰烬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真仙官在这里没了，却会在他处迎来新生。等我安置好师叔，在那边站稳跟脚，便再来看你，给你寻个风水宝地。师叔，玄云，大威天龙庙被雷击烧起来了，真是老天有眼了。随即便热泪盈眶地对着天空拜了拜。当然，他还不知道这雷是玄云招来的。师叔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第2天，玄云和通明道长来到了武当山，便被值班的道长认出来。昨天真仙观的事闹得很大，虽然真仙观的事被人压制，没有冲上热搜，但在圈子里却也已经传开。关主，这就是玄云。玄云师弟，以后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你也别怪我们马后炮。真仙观的事我已经和总协那边沟通过了，一定会彻查个底朝天，不放过任何一个人的。因为幕后之人对真仙观势在必得，藤庭道长如果不交出道观，真仙观的人便会遭遇各种暗算。元德真人，我已经从师叔那里知道了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。玄云说着，便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拿给了元德真人。这是我根据道门秘术修改的功法九溪符器，还请你收下，并帮我转交给其他接收了我们真仙观门人弟子的道观。元德真人直接懵了，他之前还想着怎么让玄云带大家修炼，实在不行掌门给他当兜场。实在没想到玄云直接把功法掏了出来。玄云师弟，你这一份大礼砸下来，我都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，要不给你磕一个。其实过几天我就要去米粒间了。正无量天尊，贫道玄云，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，阖家安康。你要出国，为什么留在武当山不好吗？你是要去那边办什么事吗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上天给我了一个任务，让我去西方传道，连道观都给我准备好了，也叫真仙观。上天的安排任务听着也太牛批了，名义上你已是我的师弟，需要什么帮助，不管是钱还是人，我都能给予你支持。另外，西方蛮子不遵教化，你要多注意安全，若是不顺心，武当依旧是你的家，永远欢迎你回来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师叔，您老还是在武当好好颐养天年吧，去异国他乡开拓传道之事，还是让我们年轻人来吧。好吧，也不给你添乱了。一路上你们也舟车劳顿的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元德师兄请。傍晚时分，
天龙山事件背后的主谋与部分从犯正齐聚一堂。武当、龙虎、青城各大关联合师啊，现在总协已经将我停职，并且派调查组下来了。你们首尾搞干净没有？放心吧，死者的医疗档案已经被我消除，而且出事前去医院检查过一次，身体很健康，绝对没有绝症。尸检结果是中毒，不过却是中的药毒，疑似吃的中药里含有毒草药。另外，当时一堂监控因为硬盘故障，并没有录像，所以一切系谣言。那天降五雷轰顶的事，你们该怎么解释？那些古董珍贵檀木又去哪了？浩宇，你说说该怎么处理吧。正是真仙观确实是被陷害的，再花点钱找人扛下来吧。上面要的是平息社会影响，社会要的是看到坏人伏法。你们不满足他们，这事便会没完没了，迟早有一天会被八个地朝天。就这样办吧。在武当山的第3天早上，掌门元德真人便兴高采烈地找了过来。玄云师弟，真仙观的是真相大白了，幕后黑手是那个大和尚，还有旅游公司的经理，他们扛不住压力，早上去自首了。还有多个部门领导也发表声明，主动承认错误，为调查疏忽而表达了歉意。没想到啊，你们还留有这一手，釜底抽薪。看样子想揪出幕后黑手有点难啊。师兄觉得一个大和尚和一个旅游公司经理有那么多能量做这个局吗？自然不可能，但幕后的真正黑手选择断尾求生，让真仙观获得了清白，便是我们的一场大胜。我们早已想过，对方最有可能的选择便是负隅顽抗，消灭所有证据，抵死完赖，混淆视听。而现在对方选择和棋，平息舆论，隐藏自己，让真仙观在法律层面获得清白。那么以后不管后续怎么发展，我们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对方想和其平息舆论，那么我就让舆论永远平息不下来。师弟是打算传道去了？其他事都已经安排好，也该走了。元德真人虽然很不舍玄云离开武当，却也知道势不可为。只要玄云一出国，真仙观这事将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。什么时候的飞机？我们一起送你，给你弄个大排场。大排场好啊，就明天中午11点半的飞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看着元德离开，在玄云看来，元德真人所谓的大排场，应该就是带武当山的门人一起送他去机场。明天中午11点半，玄云师弟就要坐飞机离开了。你不是说要来送吗？记得多带些人撑撑场子。还是决定要走啊？我都打算去你们那跟着玄云一起修炼几天呢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多带些人过去撑场面的。3山5岳各大道场的高公和大法师一起来送别，到时候玄云师弟不得感动的稀里哗啦。次日一早，武当门口站满了人，还拉上了横幅，恭送玄云真人去米利坚传道，弘扬我道门文化，壮哉我道门声威。诸位同门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就此别过。而玄云和众人告别后，便上了车子，便一直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，直到拿出了手机，他才恍然大悟。出泰山时说要直播，却是搁到了现在，到机场还有半小时，刚好可以直播一会。各位居士早安啊，我是玄云，这几日让大家挂念了，在这里我要先和大家道2个歉。第一个便是原来约好的直播却拖到了今天要离开了才开启。第二个就是我要食言了，我没办法再待在国内继续行善助人了，我要离开燕国去米利坚传道了。不离开不行呀，因为真正的幕后黑手还隐藏在暗处盯着我，随时会出手算计我。我要是不离开，回头他们做局陷害我，给我罗织上什么罪名？你说我是该伏法呢，还是抗法呢？我如果留在国内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因为幕后黑手的算计而与国家对上，那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所以还是离开的好，起码能规避与祖国发生矛盾。车里的元德真人已经听得目瞪口呆，因为玄云的这番话一传开，网络肯定得再次炸锅。原来快平息的真仙观事件将再次燃烧起来，而且更加沸腾。而另一边，看过玄云的直播，他愤怒地盯着电脑屏幕，眼中杀机闪烁。进来。门打开，一个老者带着保镖走进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一方面从舆论入手，弄2、3个大新闻把这件事压下去；另一方面从问题本身入手，让人把那个不知好歹的臭道士杀了。在国内我们或许会因为社会关注顾忌一下，但在米利坚，他就算被人乱枪打死，砍掉头当球踢，那都是很正常的事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让人说是金三角那边的诈骗组织买凶做的。杀伐果断，不错。那你打算怎么找杀手？暗网悬赏？暗网悬赏不行，很可能被黑客知道，也有可能被看到悬赏的杀手泄露，直接联系杀手经纪人，指定业务保险地点，多花点钱而已。有认识的杀手经纪人吗？没有。爷爷认识吗？汪耀阳其实是认识的，而且还认识2个。
因为他的两兄弟和父亲就是被他让人制造意外弄死的，不然这巨大的精英集团也轮不到他继承。只是他不想让老鬼知道了。米利坚第3杀手组织负责人，樱花黑龙会暗杀部队负责人，亚洲第9杀手红蜘蛛经纪人，米利坚黑手党长老，金三角器官交易组织手下的捕猎队。汪耀阳已经有些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老爷子人脉居然这么广。这老鬼果然还有集团之外的生意没交出来。上次真仙观那些东西去处就非常可疑。若你能处理好这件事，我会把另一个生意也交给你。放心吧，爷爷，一个臭道士而已，就算有些不同寻常，也会败给这个金钱驱动的世界。飞机要到米利坚还有14个小时的时间，足够我安排好杀手等他。与此同时，一家没什么客人的小酒馆里，一个酒保拿着玄云的资料放在了桌面。有一单50万美刀的买卖，需要在13个小时后去洛圣都机场杀一个燕国人。谁想去？话音刚落，一个邋里邋遢的汉子率先到。我接了，干完这一票我就要退休了，希望大家别和我争。玄云这边，飞机已经落地，也正式来到了米利坚。沉寂好几天的系统突然出现。抵达米利坚洛圣都，开启抽奖机制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，请选择抽奖池：1. 道法，2. 武功，3. 道具，4. 特殊技能，5. 完全随机。系统，我还以为你跑路了呢。选1，道法。开始道法制抽奖，恭喜宿主获得元镜树离屋1。元镜树离屋1，又名远景树、窥探树，可在镜面上投影远方景象，可用功德升级。虽然不是攻击型道法，也不能说没用。所以玄云还是挺开心的。这是一个从燕国飞来的航班，让我们看看乘客们都带了些什么东西，希望今天能拍摄到一些有趣的玩意。主持人正在直播拍摄，海关检查都能检查到什么奇葩东西，刚好就拍到海关人员检查玄云的行李。突然检查人员愣住，惊呆，满脸抗拒之色。相机拉近，便能看到各种法器、符箓和宗教书籍。我的天啊，这些都是什么？看这位先生的打扮，好像是燕国道教的专业人士。武当派、特级道士、真人，谁知道这是个什么级别？那个相当于教会的大主教。这么年轻，大主教，天啊，真的假的？燕国那边的考核很松吗？据我所知，燕国道教的认证非常严格，能这么年轻取得真人地位的，肯定是有真本事在身的。海关人员听到这话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那个陈先生，检查这些东西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吧？例如诅咒什么的？不会的，大家要相信科学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一旁的女记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好奇的指着行李箱道：道长，这个人偶是干嘛的？中医练习针灸的。原来是中医针灸啊，那个我懂呢。以前我们队长受伤就去弄过，非常神奇的医疗技术。那这个稻草人呢？为仇家准备的。我们没听清楚，请你再说一遍。嗨，用稻草扎成的小玩具而已，不用在意。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精彩无比。开个玩笑而已，要相信科学，快点检查吧。另外，要是遇到什么神秘事件，可以来神圣大道1号真仙观找我。那些海关人员心里抗拒归抗拒，但检查还是要检查的。能问一下陈主教来米利坚是为了做什么的吗？传道。那你打算在这边待多久？我是洛圣都真仙观的观主，所以会常住在这边。能跟直播间里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的教派特色和规矩吗？我们教派特色便是……天啊，这简直太酷了！丁，道门文化输出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定身术离撸1，10丈以内人或动物施法喊出定，能定住目标5分钟到30分钟，定身时间视目标实力而定。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你拥有超凡力量吗？玄云愣了愣，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，沉思了一会，觉得小鹿一手获得海量关注比藏错更有利于自己。一旦成为全球公众人物，有人想搞他也会顾忌一些。如果我说有，不会被抓去切片研究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米利坚是十分尊重人权的，而且这里还有几万观众见证着。要是你拥有超凡力量被抓了，那我们就去游行救你。玄云他会的道法目前就3个，刚入门的五雷正法、元镜术、定身咒。雷法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，而且视觉效果上也够酷炫，最适合人前显圣。不方便吗？现在直播间里好多人都说你是骗子，你要是不展示一下的话，可就要被打上骗子标签了。我比较擅长的是雷电类法术，在这里容易造成破坏。你们确定要看吗？要是造成什么东西损坏，可不能怪我。谁去拿个垃圾桶来，打坏了我负责赔，可以吗？行，就垃圾桶吧。他居然真的答应了！天啊，难道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见证神迹了吗？再看看，说不定他等下不成功就又说状态不好什么的，然后推脱了呢。哈哈哈，有可能，很多骗子神棍都是这样，没有特定场地就说状态不好，身体不舒服。不过要是真的，那我真的要重新树立世界观和正视燕国的神教了。周围人的话都听在玄云耳朵里，更加确定这次人前显圣是十分有必要做的。
很快就有人搬来了一个垃圾桶，放在了玄云面前。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我们道门很有名的法术——掌心来，昊天至上，万神倾听，电母雷公，速降神通，无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眼前的半人高的垃圾桶被轰得渣都不剩，大厅这一角就像被按了暂停键，短暂的陷入了安静。Oh my god！ 我肯定是在做梦。马德法克，这个燕国人居然真的会法术！天哪！我刚翻墙查了一下，这个燕国修道士原来的道观被人骗走了，他便召唤雷霆轰击对方的佛庙，真是太牛叉了。当众人回过神来，玄云已经拉着行李箱朝机场外走去。机场角落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回过神来：有超能力怎么了？子弹斩中了的，一样的个。当玄云走出机场大厅，来到了外面马路上，后面女记者和摄影师也追出来看到了他。他在那里，看来没人接他，我们刚好能顺路送他一程。不远处，一辆等了大半个小时的摩托车终于动了，车上一共2个人，都戴着头盔，还穿得严严实实的，手里拿着 biu biu。此时已经快6月了，2个骑手就差把我气压死。我还会回来的。整个打斗过程被跟出来的节目摄影师拍进去了。天啊，他轻轻松松就解决了3个杀手，实在太酷了。佛波呢过来处理，有看了摄影师的回访，做了份笔录便离开了。闲云主教，我们有车，需要我们送你一程吗？顺路吗？顺路，非常顺路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就是你和你的道观。随即一辆有些岁月痕迹的面包车在一起，随后众人便上了车。玄云主教很喜欢玩社交平台啊，看你都有200多万的粉丝啊，在米粒间会经营自己的推特吗？我觉得就像生命会进化一样，文化的传播更要与时俱进，在社交网上活跃，不仅能宣传我们的道观，还能传扬正能量，起带头作用，让粉丝跟着行善。所以说这些平台我都会利用起来的，毕竟我是来传道的。闲云主教，那这些公司欠你好大一笔广告费啊。不会互利而已。闲云主教，修炼的方法你愿意交给米粒间人吗？如果有人满足我的条件，不论他是哪国人，我都可以传授给他。首先你得精通中文，因为修炼法中很多东西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能看得懂。看来好多人和我一样在第1关就要被淘汰了。其次你得了解道教文化和人体中医知识，这2者是修炼的基础，就像你要写论文，得知道专业知识才行。天啊，这先决条件也太难了吧。最后一个条件，成为合格的道士，加入我的教派，便可以得到真传。随着聊天的时长，车子很快便到达神圣大道，牌匾上写着真仙观3个大字。待玄云推开大门时，欢迎关主回府，福生无量天尊。福生无量天尊。玄云主教，这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吗？现在暂且是吧，不过过些日子就会有其他道士从燕国过来了。那祝你一切顺利，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我送你们。傍晚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又再次响起。修仙文化反输出成功，引起西方小范围轰动，获得特殊奖励1份，是否现在领取奖励？看来是今天的直播彻底发酵出去了。领取奖励。随即一个多层结构的罗盘出现。先天八卦阵盘：1. 展开阵图后不可移动，吸收宇宙自然能量形成强大防御保护以地。2. 大阵会吸收宇宙自然能量储存其中，阵盘附近修炼效果大幅度提升。3. 执掌阵盘，可挑动阵内2、4项八卦玉璧。4. 收起阵盘后，12时辰内无法在大范围展开阵图，但可以调动阵盘内储存的天地能量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这个阵盘的功用实在太大了，大范围防御，提高修炼速度，还能攻击入侵者，甚至拿出门还能当超级充电宝。有这东西在，来多少杀手都不怕了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这个阵盘的功用实在太大了，大范围防御，提高修炼速度，还能攻击入侵者，甚至拿出门还能当超级充电宝。有这东西在，来多少杀手都不怕了。而在国内，老大，快来看这个视频，我们有些拿捏不住，你帮忙长长眼。什么视频？你们这么激动啊？还都是老编辑了，啥新闻没见过？玄云道长在国外的事啊，这波流量绝对猛，但因为涉及很多审核问题，我们不敢随便过稿。随即平板上播放一段海关检查玄云行李箱的视频。你们说的因素是这几个草人涉及封建迷信吗？您继续看吧，后面的剧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，也是真正的热点和大新闻所在。大新闻。平板上有播放了玄云打碎垃圾桶和出机场徒手干翻杀手的视频。我去开个会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而武当山这边得知玄云被刺杀的消息，给我发通告，武当山出100万，悬赏真仙观世界幕后真凶信息，拿出有力证据者，我代师收徒，收他为武当山俗家弟子，
学习玄云真人留在武当山的真法。我操，悬赏都出来了，还高达100万！武当山真是动真火了。最重要的不是成为俗家弟子，学习玄云道长留在武当山的修仙法吗？难怪武当山只剩下一些小道童在打理，原来道长全跑去修仙了。王思聪也放出话，拿到证据整他，可以拿到1000万，各路牛鬼蛇神都蹦得出。而精英集团这边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为什么刺杀失败？你第一时间没通知我。爷爷，冤枉啊！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。杀手组织经纪人没马上通知你刺杀失败吗？下完单我以为10拿9稳，就让人把下单的手机和卡都处理掉了。蠢货！你知道就这个时间差耽误了多少事吗？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承认，假装诈骗组织冒领这次行动了，然后再找水军引导节奏，尽量把刺杀的事从我们身上摘掉，然后再把我们的生辰八字隐藏一下。医院那边我也让他们偷偷修改档案了。说到这个，汪德发的脸色又黑了。对于抓死人，他也是十分忌讳的。现在米利坚刚好是晚上8点，联系那个黑手党长老，让他在下半夜派多点人拿上重火力，一定要把那个臭道士弄死。他躲得了死，但我不信还能躲碎片手榴弹和遥控炸弹。恐怕对方会狮子大开口。钱没了还能再赚，但他不死，我们就得整天生活在未知威胁下，迟早有一天得风了。随着悬赏被曝光，一个保安当起了无间道，在保安办公室把几个大人物的出入视频拷贝下来。虽然证据不够明显，但富贵险中求嘛。米利坚这边，玄云坐在阵法中，没想到在阵法中修炼效果与外界达到了15倍落差。当玄云沉迷修炼时，洛圣都市却炸了锅。 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？洛圣都怎么会出现极光？欧里谢，这世界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？不少人拍照录像发起了朋友圈，真仙观的知名度在洛圣都直线上升。当然也有人报警。去检查一顿后走了出来。很抱歉打扰了您休息，看来一切都是误会。没事，我理解你们的工作。如果举报者还有意见，可以让他们请专业人员过来检查。太像了，陈主教牛掰。陈主教，你真的会法术吗？呵呵，我说不会，你们信吗？听说你在燕国遭遇迫害了，心灰意冷才过来。有些事我不方便说，感兴趣的人自己去查吧。各位请回吧，我还要修炼。若是对道门感兴趣，可以多去燕国网上查阅资料。希望各位写新闻讲究实事求是，千万别乱写扭曲言论，因为上天会监督所有人。玄云回到阵法修炼，凌晨2点左右，阵盘显示有一群手持重火力的黑手党成员从4个方向翻越围墙进入道观之中。雪特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围墙都快和监狱一样高了。等下一定要狠狠招呼目标，再顺手把他的财产搜刮干净。一众杀手骂骂咧咧地翻过道观的围墙，而在另一大楼中，科研人员在用高清摄像机拍摄记录真仙观的一切。马克，大半夜的哪来的车灯那么亮，亮瞎老子的铝合金眼睛！我操！后里线，佩奇，你快看，好像又有杀手要去刺杀那个道观的主人陈主教了。瓦克，我去，这么多杀手，居然连 RPG 都有，雇主这是要下血本杀死那个小帅哥主教啊！对了，报警，快报警！真仙观中，玄云抬手拨动阵盘，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没什么经验，所以他选择火力全开。先天领周天，拜周天之变，先天免你阵，现。谢兔，谁出来？可恶，别装神弄鬼的，我们才不怕。子弹反照着，却是一点擦痕都没有。我操！见鬼，这里的东西有问题，用手榴弹试试。有杀手掏出了手榴，就对着旁边的房子扔了。后里线，这鬼地方有大问题，我们快震慑雷击！只见药引地面变成4具。后里线，我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普通人。是真的会法术的法师马德法克，这次被那沙比长老害死。砍自水龙吟，梗自千军坠。另一边为身体直接矮了一大截。离，算了，再留一组活口好了。信子封神，4个准备离开杀手，忽然感觉无形的绳子双手、双脚和身体，然后用力将他们拽飞。救命啊！围墙外接应的司机听到里面传来的惨叫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苍白。这一刻，他如同人破海，在剧烈的刹车和轮胎摩擦声，他一个甩尾漂移，被玄云活抓的4个人手脚被抓在地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来的？你们只有30秒的回答时间，否则我会用火将你们烧成灰，倒在门外大街上。求求你放过我们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儿。还有27秒，杀手直接慌了，也看出来玄云不是开玩笑的。
因为其他3组人消失了。还有20秒。不要，我们是黑手党杰诺维斯的人，你不能杀我们，不然我们帮派不会放过你。还有15秒，而你们还差我一个问题。我们长老，他叫劳伦，负责杀手业务的长老之一。那雇主呢？我知道劳伦接的是杨国那边熟客介绍来的单子，但我们不知道雇主是谁，只有他知道。行，那你们安静等警察来吧。4人也不敢吱声，做几年牢好过早30-40年。见到你们长老，记得叫他来找我，把这事说清楚，不然这笔账就算在你们杰诺维斯头上了。妖怪哪里逃？上集说到，玄云抓了杀手，了解到事情原委后，而杰诺维斯家族洛圣都分布这里，长老劳伦已经收到警局那边暗线传来的消息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玄云是米利坚的热点，如果事情再度曝光，杰诺维斯家族很可能会被官方打压。而最可怕的是来自玄云的报复，16人只活下来4个，而那4个人还能活下来，说明玄云已经得到他想知道的了。该死的燕国人，居然让我们去刺杀这么可怕的法师。随后劳伦打通汪耀阳电话，还没开口，对面就说话了：杀掉了吧，法克，你不是说他只会一点小法术吗？老子的家族杀手直接射了一半在那个道观的了，现在我都觉得自己非常不安全。你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就等着上新闻吧。汪耀阳直接被劳伦骂懵，随后才反应过来，刺杀又失败。谢特，你真是废物！刺杀失败了还有脸反过来追责我，我不叫你退定金已经很不错了。另一边，劳伦被汪耀阳反过来骂了一顿，还被挂断了电话，郁闷不已。劳伦先生，我刚和被抓的4个人见过面了，那个陈主教有让他们带话，那就是希望你主动过去道观把事情交代清楚，他应该只是想要知道雇主的信息而已。只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您最好妥善处理。你知道要是不妥善处理会是什么结局吧？劳伦心里当然清楚，玄云已经弄死他们12个人，显然不是那种心慈手软的存在。行吧，多谢提醒，警局那边麻烦你看看怎么操作，尽量让那4个混球少判一点。次日，劳伦带人来到真仙观门口。你们有什么事？我是杰诺维斯家族的长老劳伦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。咱们直接说事吧，毕竟这地方对于你们来说待着也不舒服。雇主的信息我也知道的很有限，我只知道他姓王，我国黑龙会关系密切，所以那人很可能是我国资助隐藏在你们国家的高级间谍。另外，在机场刺杀你的是米利坚第3杀手组织小酒馆的人。行吧，多少是一点线索。那么，作为刺杀我的执行者，你还有其他表示吗？1. 陈主教初到洛圣都，想必有许多需要用钱的地方，这是20万美刀，还请你收下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很乐意为你效劳的。初来乍到，还是低调点吧。20万美刀，聊胜于无，行吧？我已经感受到你的诚意了，虽然不多。送走劳伦几人后，汪耀阳这边，你他妈怎么想的？为了一点钱，居然和杰诺维斯家族交恶！要是被他们查到我们的真实身份，在欧美的贸易生意你是不想做了吗？不至于吧？我给的500万定金都被他们黑了，他们怎么还有脸反过来搞事情？汪德发一巴掌贴在汪耀阳脸上，就算再给他1000万美刀，你也得认。现在你倒好，要是他真的和我们杠上，你等着每年损失上1美刀吧。黑龙会那边都打电话跟我说，对方在查我们的底了，让那边分公司的人注意一点。那臭道士还怎么处理？刺杀太频繁了，对方会一直警惕。先等对方松懈一点，然后让红蜘蛛去试试。他擅长毒杀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就是要价有一点高。多高？1000万美刀，全款定金包杀。我操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而且要是失败了，岂不是又打水漂了？蠢货！现在是钱的问题吗？用钱能不能摆平这件事都是未知数。要是死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上集说到，玄云收了劳伦的赔偿后，便在阁楼里研究起了元镜术。元镜术在民间神话传说中，仙人在墙上、水中、掌上画个圈，即可像放电影一样显现出各种图像，这就是元镜术。元镜术施法是需要媒介的，如物品、毛发、指甲或者目标名字加生辰八字。穹轮光辉，全营不亏，无缝昊天上帝元神降光，急急律令。范围十分有限，不能离媒介人物太远，而且也没有声音，同时无法穿墙看到外面。了解完元镜术的效果，玄云又在掌心画下定身符后，便来到了外面，对着小狗道：定身术十分朴实无华，一掌印出便立竿见影。小狗定在那一动不动。只见小狗又跑了起来，运动的目标会连惯例都直接消除，而飞行动物的话，被定住时会短暂滞空3秒，然后才会受重力影响掉在地上。实验完2个法术，玄云看到了一大堆有关自己的新闻和视频，而国内魔都益达广场。王大少，以上就是我的所有分析，
我觉得真仙观的事就是汪氏父子做的。问题是一点实质性证据都没有，仅靠人员关系进行才也很难让人信服啊！我先给你10万，你在益达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，要是成了，我再给你500万。另一处，原田龙之协会主席赵一仙此时已经被人倒吊在一座小黑屋里。再不说的话，我们只能煮条子了。不要，我说是汪德发，金鹰集团的汪德发，协同人员还要。随着证据到手，武当山这边迎来了3波客人，一波是王富贵，一波是湘江来的霍家人，最后一波是京城国安总局来的人。失礼了，让各位居士久等了。听我的弟子敬玄说，你们都调查到幕后真凶了。众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王富贵率先道：“我先来吧，因为我的证据比较模糊，肯定比不过霍少和李队，就拿个线索踩头吧。我这边调查到的幕后真凶便是金鹰集团的汪德发爷孙，线索便是汪德发前后都见过市局领导、医院院长、道协分会长。在场的都是聪明人，也知道这3人的身份刚好能完成构陷真仙观的谋局。霍先生，请吧。霍真愣了一下，随后也明白了，李邦佑压根不需要通过悬赏获得名额。我的调查结果和王少一样，不过证据来源是那位道协分会长。说着，他便将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，只见鼻青脸肿的赵毅先交代了所有。贫道在此先谢过霍公子提供的证据了，我会挑选个好日子举行代师收徒仪式，到时候霍公子便是我们武当山的俗家弟子了。那就有劳真人了。也多谢王少的线索了，还请你留个卡号给我，明天我让人转给你。不用了，元德真人，这100万就当我捐给武当山了。随后王少和霍少离开。李队，你们来是为了功法吧？这人误会了，我们今天所来是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便是将近几天调查到的结果告知武当山，请你们交给玄云真人。第2件事便是想让元德真人做个中间人，请玄云真人回来。转交调查结果我可以转交，但请他回来可能没办法。玄云所去米利坚传道是接了天命的，天命未完成，怎么可能归来？天命，你们调查过他，便知道他已经走过了磨练阶段了吧？天命就不能改变吗？古人有云，天命不可违。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别打他主意了。都知道能修炼了，还想逆天，活歪腻了吧？随即元德真人拿出一本抄写好的秘籍，交给了李邦佑。玄云离开前就知道你们会找我，他让我把秘籍抄一份给你们，你们乐意学就学吧。可是玄云真人在米利坚传道，必然会收徒，那样修仙功法岂不是外传了？外传修仙，这是除了看专业知识积累，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饭吃，不是人人都行的。与米利坚相比，出生在燕国你就已经占尽优势，这都怕被他们反超的话，我劝你们还是学鸟语搞科学去吧。随后又聊了一会，我们也该下山了，打扰了元德真人。而玄云这边和抖音合作开通了国际直播渠道，也通过元德真人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。玄云在米利坚第一次直播就有3亿人观看，到底什么内容那么吸引人？据我所知，这位玄云道长是能在深山老林修行1年的狠人。要叫起源于我棒子国，这位玄云只要转过去，有我大棒子的血。小子，我就知道放出来乱认主动。丁，检测宿主证进行大范围反文化输出，开启限时福利商店，可用积分购买。大家好，我是真仙观关主玄云。直播前我要声明一下，科学至上。今天展示的是元镜术，也叫元镜术，是一种搜查和追踪一体的法术。前几集有详细解释，这就不多说了。天啊，这法术好厉害，没事想看哪里就看哪里了。你要这么说，那岂不是？嘿嘿，你懂的。这法术用来查罪犯和失踪人口，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？这位朋友说的不错，正确的方式是找人。元警术并不是无条件释放的，需要找的人的名字和八字锁定，也有诸多限制。如果有家人失踪的，可以说出来，我挑1个人连线。听到此话，大家都不停地发起了弹幕。这么多吗？我有些选择困难了。哈哈哈，这么多并不奇怪，米利坚黑帮那么多，失踪人口多也正常。或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吧。那我就随便。丁，考斯特艾尔送来嘉年华 X3。玄云主教，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，我女儿昨天失踪了，还请你帮帮我。这位考斯特先生，你方便连线吗？方便。说着，考斯特已经连线来到直播间。玄云主教，这是我女儿照片，还有出生证明，求你帮我找到她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那些先不说，先招人要紧。穷伦光辉，全营不亏，无缝昊天上帝元神降光，急急律令。美达，我的美达，我的女儿。有谁认识这个畜生吗？后里线，他好像是我们这边街区的混混。马德，谁知道这家伙住哪？
我要废了他。求求你们告诉我他住在哪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的美达？这是朗姆街7号，那是一个混混据点。知道地点后 ，FBI 很快就把人给救了出来。那么开始下一位吧。丁，使徒安德鲁送来了嘉年华舞。我的妻子玛丽已经失踪7个月了，我怀疑她遇害了，但是报警了，也一直没找到尸体。求求你帮帮我。这位安德鲁先生，方便连线交流吗？可以。接通后，镜头一片黑暗。抱歉，我想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便不露面了。语言交流应该也够了吧？理解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人围观。我老婆叫玛丽，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早上9点。这真是你老婆吗？要是让我偷窥人妻，我会顺着网线过去打死你的。哈哈哈，很主教好谨慎。我本来还想打听最喜欢的女明星的具体生日，然后花钱试试的。我也想花钱看看我们老板的老婆，她的身材是真的棒。放心吧，真是我老婆。若是出问题，责任在我，可以了吧？穷伦光辉，全营不亏。无缝昊天圣地，元神降光，急急律令。马克，吓得我差点把电脑砸了。谢特，我差点吓出事了。随着玄云把镜头转动，客厅里一个神父装中年人盯着笔记本发愣，镜头还是胶带贴着挡住。是你杀了你妻子？我那个的，沃德法克。哈哈哈，这小子有病吧？杀了自己老婆，还出来找存在感。可惜让他跑了。今天就到这了，我要下播修炼了。丁，罪恶克星利斯特送来了嘉年华舞。轩辕主教，能用法术帮我们 FBI 定位刚才那个使徒安德鲁吗？他是最近的连环干人犯，对方上过战场，反侦查意识极强。要是让他跑了，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。云在比利间第一次直播就有3亿人观看，到底什么内容那么吸引人？书接上，玄云直播没成想帮 FBI 找到连环杀人犯，帮忙抓捕，还有悬赏和好市民奖。连环杀人犯，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？讨厌的 FBI 又封锁了消息。说好的民众知情权呢？应该还有巨额悬赏吧？若是能抓到，悬赏当然另外给，而且还有好市民奖。行吧，世界上没人会跟马尼过不去，毕竟神买东西也需要给钱，何况这还能做好事。在远景树的加持，师徒安德鲁很快被抓。下播后，直播弘扬严国修身文化，反文化输出成功，获得武功神行百步，50点声望积分，1张初级经验卡和1张初级悟道卡。使用经验卡和悟道卡。2个小时后，玄云的远景术从 LV 飙升到 LV3，窃听到声音。而严国审讯室，你们要干嘛？用刑逼供是犯法的。王先生误会了，咱缉毒科的需要采集你的头发、指甲、血液去化验，还请你配合一下。头发、指甲，该死！你们帮臭道士害我，快放开我！哈哈，王先生说笑了。王先生，请你相信科学，别封建迷信。玄云这里拒绝了 FBI 和哈佛的邀请后，又开启了直播。陈主教，下次光节慢点。测速监控说你没挂牌照和没戴头盔，你怎么看？好吧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那么现在开始正式直播，有需要寻人的打字告诉我。琳达送来了嘉年华石，莫蒂约翰逊送来了嘉年华石。先生，我父亲和整个探险队失踪了，还请你帮帮我。若能找到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我另外还有报答。先生，我男朋友骗我100万后消失 ，FBI 也查不到。若能找到他，我再给你10万美刀赏金。停，先别送了，等下有时间再继续。没有就等明天。琳达小姐，你方便连线吗？方便的，我已经恭候多时。随后一个金发美女出现在直播间。我勒个去，这不是大不列颠劳尔家族的女伯爵吗？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认识这位女伯爵。玄云主教你好，这是我父亲照片，还有出生日期，还请玄云主教帮忙看看。穷伦光辉，全营不亏，无负昊天圣地，元神降光，急急律令。随即远景术画面看到那边是白天，一个老者在石墙边休息。父亲，太好了，他还活着，麻烦您快帮我看看他在哪。随即玄云移动视角，在远处的山上，一条大蛇盘踞在上面，头上还有角，神异无比。山顶画面显示，逆境里一条大蛇盘踞在山顶之上，头顶有角，在不停的嘶吼。后李谢，这难道是泰坦巨蟒？哈哈哈，大家别大惊小怪了，都在看人展示法术了，一条大蛇而已，还激动个毛线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没了？我遗迹里有特殊磁场存在，影响到了法术，我也没办法。好吧，今天能知道他还活着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后面找遗迹的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若是找到那个遗迹所在了，可以邀请我一起吗？我对那条大蛇挺感兴趣的。好的，玄云主教。好了，下面有请下一位。玄云主教，这是我女儿照片，还请您帮我，拜托了。好，穷伦光辉，全营不亏，无奉昊天上帝，元神降光，急急律令。不，
谢特，这是哪个畜生干的？真是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。这好像是南加州大学附近的圣彼得公园。玄云主教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追查到真凶？求求你了！如果你能找到凶手，我愿意把农场送给你。我尽力试试吧。现在麻烦 FBI 或者洛圣都市局的人先把雕像周围封锁起来，然后别急着弄雕像。我下播后会过去看看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后续进展我会看情况发到平台上，大家就别去公园那里凑热闹了。嘿嘿，你说完了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快来，就差你了，玄云主教。很快，玄云便来到了公园。玄云主教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啊！求求你了。玄云主教，谢谢你。那天听了你的话，医生说还好发现的早，不然就麻烦了。那就好。麦克斯警长，现在是你负责这边吗？是的，需要什么可以和我说。先看看吧。丽莎，我的丽莎。玄云拿出一个八卦镜，一个手正在结印纸在八卦镜上，画面显示一个男的，旁边还有很多天使的雕像，里面也都是人。少爷，不好了，雕像又被发现了，而且这次是那个叫玄云主教的法师出手了。玄云主教，呵呵，若他能找到我，那就让他找。少爷，他真的有可能找到你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洛圣都，出国躲躲吧。不去，别烦我，滚！玄云听到离开洛圣都就眼前一亮，在洛圣都，那就别怪道爷我亲自降妖伏魔刷功德了。玄云主教，怎么样？找到凶手了吗？还没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处理尸体，回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看来这个玄云主教也不过如此，亏我私人飞机都准备好了。呵呵，我都说了，上帝都不管我，一个凡人就想抓我，真是做梦。你出去吧，别打扰我创作了。少爷，老爷过几天会过来，地下室里那3个女孩先弄到外面藏一藏。真是的，那老登没事过来这边干嘛？明天准备几份材料，我给他们变成收藏就好了。两人的交谈已经被玄云听得很清楚，一时玄云便拉着杰克离开。凶手我已经找到了，而且就在洛圣都，非常有钱，住在白玫瑰庄园，庄园里还有私人飞机，一旦被他跑掉，想杀他会非常困难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干死那个畜生！当众人出来，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，我去侦相关发现你们会去时，就猜到你想带杰克先生自己去报仇了。毕竟法律面前，不是所有坏人都会得到严惩。条子，你们想阻止我们吗？不，我们是来加入你们的。有我们加入，你们的报酬就是警民合作，具备合法性。好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众人来到白玫瑰庄园，一个 RPG 谷。